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最近有2场局部战争中应用的一些武器和技术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么这些技术集中在人工智能领域，比如说在加沙地带发生的武装冲突，以色列军方就采用了一定的人工智能技术。那么他们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什么样类型呢？是不是派出的无人机自主发现目标，然后决策对敌方的目标发动攻击呢？情况还不是这样的。他们所用的人工智能技术是辅助性的，比如说派出侦察机或者是无人机飞到加沙地区上空来捕捉反以武装的头目的相关的信息。当然，他们需要有相应的先进的传感器，以便呢及时的抓捕目标。这里呢包括固定目标以及移动的目标，并且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辅助地面控制人员做出分析判断。比如说，从房子里走出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不是他们要找的人，需要相应的一些手段来对他进行侦测，包括光学的、红外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手段对他进行分析判断。那么现在的一些无人机作战往往是由无人机上挂载的光电探测系统来向下侦测，发现了目标以后呢，把图像传回到后方的指挥控制中心或者是操纵台上，由人对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分析，确定这是我们要攻击的目标。这时候呢，它会向无人机发出指令攻击。那么攻击用什么样的武器，也是由地面人员来确定的。那么这次以色列军方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加沙地带的一些武装组织的头目进行斩首行动或者是精确打击行动，他们用的是什么办法呢？是用这些空中飞行的一些平台瞬间捕捉到目标，然后由他们根据大数据的相关情况进行综合，短时间内进行分析判断，判断完了以后迅速的传输给后面的指挥控制中心，这样的话帮助地面操控人员快速判断、快速决策，然后呢对这些时间敏感目标迅速的发动打击。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可以说和过去局部战争所采用的一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来说呢，时效性更高，分析判断的用时呢更短。这里呢就需要借助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可以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武装冲突期间，已经把人工智能技术呢逐步的用在了武装冲突上。那么还有一个人工智能打仗的一个消息呢，目前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就是土耳其生产的一款多旋翼的无人机在利比亚地区突然自己发现目标，自己做出判断，而且呢自己发射了武器，对一些他认定的敌方目标实施了攻击。攻击的结果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打死了人，目前呢还没有报道。但是这款空中机器人自主决策发射了武器，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用机器人自动攻击目标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无人机它是不是根据自己的分析判断做出的这个决策？那么如果是，这就是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首次实施了攻击性的行动。如果不是，而是一次误射，那么就要找原因了。土耳其搞的这个平台是不是具有智能化的这个无人机呢？我个人看法不见得。因为从它的外观看，它是个普通的多旋翼的无人侦察机，它上面带有一些侦察的光学探测器，当然它也能携带小型的武器，比如说炸弹、小导弹等等，但是载弹量非常有限。但在这次行动中啊，人们感觉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自己竟然自作主张发射了武器，而没有经过地面控制人员的认可。他是通过自己的大脑做出这样的决策呢，还是一次误射击？我个人看法，土耳其搞的这个平台啊，智能化水平没有那么高，误射的可能比较大。因为在一个复杂的战场环境下，一旦它的某一些系统发生偏移，甚至发生故障，都有可能导致误射情况的发生。那么未来的无人机会不会真正变成智能化的空中机器人呢？这个是有可能的，只要它有学习的功能，而且这个学习的功能比较强悍，同时呢能够跟大数据系统连成一体，它就有可能在空中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然后发现是敌方的目标，就
自主的进行攻击了。这样的武器系统目前来讲，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但是还都没有真正开发出来，因为它受到很多制约。首先，它受到了法律的制约，一些机器人确实现在的智能化水平很高，能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动作来，但是让它自主杀人，恐怕会带来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上的问题。这样的没有道德的冰冷的机器人，你让它自己掌握生杀大权，将会对未来的战场形势、对未来的反恐作战以及国际的安全带来相当大的威胁。因此，某些国家现在正在积极开发的这些智能无人机、智能潜航器、智能地面的机器人，它会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是否需要对他们加以限制，或者呢，是否需要给他们输入道德规范的软件？这个呢，都需要人们进一步的深思，采取相应的对策。未来在战场上怎么应用智能技术？我个人看法，不是开发这些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杀人机器人，而是利用智能技术帮助人快速的发现目标、分析目标，同时做出相应的快速决策。这可能才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